好，这回应该有声音了。好，声音来了，声音来了，大家晚上好。小米苏7，原来我们都管它叫俗气，现在好像已经没什么人在想着这事儿了，对吧？然后这个这里好，我看看，刚才浪费表情了，不算浪费，哑剧表演一下嘛。有了有了，对，晚上好，晚上好，对，晚上好啊，静等老范直播。我看时间啊，时间也到了，这个下一代就是苏27了，呃，这个现在有人讲的下一代叫法拉米，对吧？这一代不是保时米吗？下一代是法拉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下一代准备去抄这个法拉利的一款 SUV。哎，法拉利有 SUV 吗？这个这个应该现在反正大家都是尽量避免叫八，因为前面这个叫谁呢？这个蔚来是被奥迪告了，说你因为叫八了，所以就商标侵权还败诉了，啊，所以现在大家都是尽量避免。所以下一个呢，可能不是苏7，而是别的什么7，这个可能性也蛮大的。哎，我就光看了它苏7是叫 Speed Ultra 7，然后它为什么是7这个事儿我忘了看了啊，这个反正是这个现在的名字也起得很奇怪。我记得雷军当时讲过这样的一个话，就是，要学习苹果啊，当时是他在做小米手机的时候就讲过这个，说学什么呢？他说你看，这个当时的诺基亚是7110，然后呢，N72还是什么3220什么一大堆这样的型号，然后摩托罗拉也是这样起名字的。后来他说你看苹果，苹果1、苹果2、苹果3、苹果4、苹果5、苹果6、苹果7，然后现在我用到苹果15，对吧？那么这个就是很明确的告诉你我这个是哪个版本，然后呢，你就去买新的就好了啊，只要是新的版本，这号大的就一定比那号小的强。这个当时这是雷军亲口说的啊，然后因为我们是专门作为一个这个，雷军语录学习过的，对吧？这个但是苏上来为什么就是7了这个事儿，我还没有去研究。难得赶上直播，前两天王局也讲了这个啊，这个事情呢，正好是看到前两天，有2位这个 Twitter 大 V 吧，也是 YouTube 大 V 在讨论这个事情，对吧？有的人呢就认为说你完全没有创新，没有底层设计，没有底层的这个，从头开始这些东西，你就没法儿去，成为一个等于是超越别人。啊，这个有一位呢就讲的说我们已经弯道超车了，所以呢，我今天就想站在这个中间的位置上啊，就是说我们到底超越了哪些，到底行不行，然后到底说这个事情是不是一定要有原创，所以今天呢，想跟大家来讨论这件事情。看来雷布斯影响很大，哎，雷布斯影响是真大，这是真的俗气，启明鬼才，暑假舒淇，好吧，难得又赶上直播，直播经常的。诺基亚当年掀起第一轮号称智能手机的浪潮是 N70到 N73，对啊，它这个名字反正也很奇怪，你用的什么大模型啊？我呢，ChatGPT 我肯定付费了啊，然后其他的，WPS AI 我有时候在用，然后是 Kimi 用的比较多，最近还用了不少通义千问，啊，然后呢是本地的话使用的是 Ollama，然后是01万物。这个今天还写了一段程序，终于把我的那个 RAG 给写完了啊，这个让我很开心。
如果最后这个有时间的话，可以跟大家稍微的展示一下 RAG 到底是怎么玩的。好啊，那么我们开始讲今天的第一个故事。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啊。咱们从小米苏七看，中国新能源是不是已经弯道超车了？小米汽车依然是舆论的正中心。这个从雷军上来讲，我要压入全部的声誉开始，然后再到这是最后一次创业，然后开了技术发布会，前面致敬了一堆车企，然后公布了价格，再经历了退订风波，然后呢？在前面几天刚刚经历的事情是什么？是雷军到现场给大家交车去了，拉车门啊！你说是，其实也不光是雷军啊，这个谁呢？仰望 U8的也是老板直接去拉的车门啊，但是那是100万的车，对吧？现在大家说，哎，花20万啊，这个雷军亲自去给你拉个车门，跟你合影，跟你握手，对吧？这事儿实在是太划算了一个事情，但是这个可能还是要到亦庄的那个交付中心去啊。如果不到那儿去的话，你是碰不到它的，这个也是被传为了这个佳话，而且很多的博主在上面去讲，然后拍了各种视频，然后各路媒体现在都在评测小米苏七，而且现在很多人都在讲什么，说你看开着小米苏七上街，然后就被一路的围观，然后所有人都要停下来给你照个相，然后上来要去试一下，对吧？等于是。每一辆开上街的小米苏七都成为了一个新的宣传广告，这个是包括特斯拉在国内都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热度啊，因为特斯拉那个时候还比较早，我记得以前就是说这个共产党是一路走都是一路的宣传队啊，这个小米苏七已经完完全全达到这样的程度了，这个是真的不容易啊。那么中国的电动车呢，现在其实已经在全球营销了啊。这个现在在大力的采购滚装船，就是这个比亚迪啊，还有很多的公司都在做这个东西啊。一艘滚装船大概是1.5亿美金啊，他们就买了一堆这东西，然后就惦记把中国的车往外运了而且这个滚装船是要比一般的货船跑得都要快还不怕海盗。这是一种很奇葩的船，因为为什么？就是它底下是没有任何门的，爬你都爬不上去，光溜溜的，然后这个。只有2个很小很小的上下车的这个口然后他们现在说这样的船是可以不需要任何护航就可以跑到这个有海盗的海域去，因为海盗拿这玩意儿没办法，对吧？现在大家在买这个东西然后呢，特斯拉的上海超级工厂绝对是中国电动车出口的主力军，对吧？中国电动车的出口100多万辆里头，大概有30几万辆是特斯拉，就是它占1/3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绝对是第一名啊。而且呢，中国很多的电动车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出口到欧洲去呢？是通过收购当地品牌，就是很多这个欧洲人在欧洲买的这种电动车，哎，我觉得好像是买了个欧洲牌子，实际上那都是中国电动车这个事情是蛮多的。而且中国电动车呢，到底是在跟什么东西竞争中国电动车其实是首先要跟燃油的新车竞争，在这样的竞争里头呢，这个。大家比的其实不是说你到底是不是中国电动车，而是大家比的是说你到底是电动车还是燃油车大家比的是这个东西。有些人说，哎，我要环保，我要去这个要这个叫做什么更便宜一些或者什么的，那他就会买中国的电动车，对吧？甚至有些人说，哎，我要更漂亮我要更智能、更新潮，他们也会买电动车这个是没什么办法的，因为燃油车在这一块确实差很远，对吧？那么还有的时候呢，其实在整个东南亚，为什么中国电动车在东南亚一带卖的没有那么好？因为他们是在跟燃油的旧车在竞争这个事情呢，确实还是要有一点点吃力的，因为这个旧车这个东西它的真的是便宜，而且其实品质也不差。像前面我们也讲过，是日本人开车可能开个几年就卖掉了，然后那些车是在倾销到整个东南亚。而中国的这些电动车到这个东南亚跟这些车去竞争的时候，还是有点小压力的，因为在那些地方它的充电设备也不是很完整，对吧？路况也不是很好。这个因为我是在印尼，我印象里特别深刻。巴厘岛上他们都是要开 SUV 的为什么？那个路实在太烂你想那还是个旅游的城市巴厘岛是旅游城市嘛，对吧？那个不开 SUV 根本没法上街。这个其他的国家的新能源车也在跟中国电动车去竞争。那么在这个里头，实际上真正能够跟中国电动车打一下的呢，
主要也就是特斯拉，然后再往其他的，可能这个韩国还有一些电动车可以跟咱们稍微的竞争一下，然后其他就都没有了啊。这个是全世界的这个电动车格局也就如此了。然后特别像比亚迪，其实比亚迪往外出口了很多什么东西？电动的公交车，对吧？这个很多说，哎，我是一个城市的这个特别是政客嘛，他说我现在要鼓吹一下环保，对吧？我要去买这个电动公交车，对吧？那么全世界可能做的最好的，也就是比亚迪做这玩意儿做的最好啊。全世界买的这种电动公交车，基本上全是他们家的。那么很多人就会去讲说，哎，说我们到底是不是应该去创新呢？还是说，我们抄袭一下也 OK 呢？对吧？这件事情呢，其实是，我觉得今天我们要去研究一下的事情，对吧？特别是有些人啊说这个我们没有创新，怎么可以？对吧？这个里头呢，我觉得最好的一段话呀，是谁的话？是这个，贾跃亭说的一段话啊。这段话还是非常非常值得去跟大家分享的。哎，贾跃亭说的什么呢？他说小米汽车在首次发布非常成功，体现了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在近几年的日进成熟和中国制造性价比的巨大优势。小米造车的执行力和营销能力诚然值得点赞，但是注意啊，一般的但是后边是重点啊。但是山寨文化、走捷径模式和跟随者思维却被很多人奉为圭臬，令人担忧。价值观决定了天花板，对标抄袭和浅层次的创新无法带来根本性的技术变革和基础科技超越。只有变革文化成为主流，而不是山寨文化依旧盛行。只有原创精神刻进创业家的骨子里，而不是将跟随思维视为创业圣经。只有涌现出一个又一个伟大企业家和冒险家，而不是仅仅培育出一批批成功的商人。只有科技产业的头部企业成为开创者，而不是走捷径的跟随者。只有建立全球价值观，征服全球市场，而不仅仅是着眼于局部市场利益，才能真正推动中国科技进步，引领全球产业变革。贾跃亭呢，真的是说的很好啊。IP 地址呢是来自于美国，然后呢应该是2024年4月1号下午14:41说的，对吧？这个当然了，他自己没有造出来这辆车啊，这个很遗憾，或者说他造出来以后怎么说呢？总共没卖出几辆去。但是你们真的认可这件事儿吗？就是我们真的要去说啊，必杜绝山寨文化，杜绝走捷径的模式，然后杜绝跟随者思维这件事儿，还是说我们应该怎么去做？这个其实是我今天真正想去跟大家讨论的事情。呃，比如说我们放在一个人面前有两条路，一条路呢是，你可以照着前人的路，照着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再往前走一步。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从头再干一遍，对吧？你到底应该选哪一条路去走？然后呢，你从头再干一遍，绝大概率是你做不出来，对吧？就像贾跃亭这样，然后最后呢，他酸了半天这个别人，说你看你山寨文化、走捷径、跟随者思维，对吧？是吧？讲了半天这样的东西，还是说我们就真的应该去这个创新啊？应该完完全全从头开始？大家要注意啊，从头开始这件事儿其实是不存在的啊。谁从头开始了？特斯拉从头开始了吗？对吧？他也没有把这个车造的别人认不出来，大家还是4个轱辘、2个沙发，对吧？还有方向盘，并没有那么大的差别，对吧？这个电车在特斯拉开始造的时候，它遇到的所有问题，其实我们管它叫工程问题，对吧？都是这样的一个东西。没有声音吗？有啊。对啊，这个解决工程问题，像其实全世界最擅长解决工程问题的一个是马斯克，然后第二个是苹果，或者他们两个谁更擅长不好说了。其实苹果也很少做真正从头开始的创新啊。
然后还有一个特别擅长解决工程问题的人是谁呢？是任天堂。任天堂的所有的游戏机，其实你看它的创新真的有创新吗？对吧？大家都是早早做好了，但是人家给你拼的好，在用户体验在这块上做的特别好，这个是大家真正去做的事情。而且你真的认为抄这件事就容易吗？这个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以前在盛大创新院的时候然后我们的院长叫陈大年，是陈天桥的弟弟。然后呢，他当时跟我们讲了一句话，我到现在都记得特别清楚。他讲的是什么呢？他说没有办法，我们只能创新说为什么呢？说这个因为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不会抄，对吧？我们抄不像给你一幅画让你照着画一遍，其实你反而画不像它，对吧？说给你一张白纸，你随便画吧，对吧？你可能在那儿涂涂抹抹，至于画的是什么，其实无所谓了，有好的有赖的，对吧？这个其实是更简单的事情。当时我们就很羡慕腾讯，为什么？因为腾讯会抄你给它任何一个产品，它可以很完善的给你抄出来，对吧？而且抄完了以后，还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改进，这个其实是很难的，对吧？给你一个特斯拉的汽车，因为我记得特斯拉车进来以后，第一件事儿，中国一堆企业买回来就是拆，拆完了以后，这个当时真的是觉得说，哎，特斯拉来了，天赐良机，我们又行了。为什么这么想？因为大家要知道，中国造汽车这件事情其实是走了很大弯路的，对吧？我们一开始通过用市场换技术的方式，然后引进了一大堆的这种燃油车的外资企业或者叫合资企业，什么大众这个雪铁龙这个包括很多的什么夏利，然后这个本田、丰田等于都引进了生产线在国内在生产，但是生产了以后呢？我们并没有实现什么，就是自主造车这件事情，就是每一次有新车型，我们还是要去到国外去引进，这个所有国内的新车型根本就不行，对吧？这条路是走弯掉了。但是呢，大家想到了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可以造安卓手机，对吧？安卓上来以后，我们还可以造一大堆山寨的安卓系统。说那这特斯拉来了以后，我们一定是行的，嘁哩咔嚓就把它拆了。拆完了以后我们要一项一项的仔细的去看。对吧？真的给你一个车，你把它拆完了以后，你能装得回去吗？对吧？装回去以后，人家为什么这么设计，你能搞得明白吗？对吧？然后你再设计，照这个一模一样设计，能做得出来吗？然后把车拼起来能走吗？这个其实是非常难的，千万不要这个小看抄袭的这个难度很多人说这个抄袭太容易了，我要去创新。这个所有这么讲的人都是不会抄的人我一定要讲清楚，这个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的是酸的人才是这样去讲的那么。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去抄明白，然后能够在抄明白的基础上再去改。比如说咱们现在讲的 QQ，对吧？QQ 最早是抄的谁？抄的是 ICQ，然后 OICQ，然后这么往前抄出来的。但是现在的 QQ，你说跟以前的东西一样吗？它不一样，对吧？它可以应对这个多少10亿用户的这个并发。以前所有的这些 IM 没有任何一个可以应对10亿用户并发的。因为没有这么多的用户，对吧？现在可能能够应付这么大用户并发的，除了咱们腾讯家的这些东西之外，Facebook 家的也是可以的因为它的用户量比咱还大，对吧？其他就没有了。那么这个东西你一开始都是抄回来，你 Facebook 做 Facebook Message，你说它没抄吗？对吧？它也在抄嘛，抄完了以后，只是利用它后面的一些市场的优势，然后把其他人干掉，对吧？这个有什么问题呢？所以抄这个事儿本身没有那么大的问题，而且这个事儿也很难而且抄明白了说我在这个基础上再往前再迈一步这个事儿更难。那么你说企业到底有没有创新的义务呢？说我这个企业不创新就怎么怎么样，我这个企业一定要去创新，对吧？你是不是照这样去发展？有没有这样的义务？其实我们要讲企业也好，企业家也好，是没有这种义务的。对吧？企业和企业家最终他只有一个义务是什么？就是帮助股东赚钱，对吧？就是它是一个商业行为，你不帮助股东赚钱这件事儿，那你说这个你为什么要去做这个企业吗？难道是做共同富裕吗？还是说什么社会责任？当然你说企业没有社会责任是不行的，但是你一个企业，比如说马斯克吧，说哎我今天准备把特斯拉的钱拿出去捐掉。那这个特斯拉的股东会起诉他的，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对吧？所以创新并不是企业的义务，也不是企业家的义务，企业家就不应该去承担过重的这种社会义务。但是谁应该去有这样的义务，或者谁应该去鼓励创新呢？是社会义务，对吧？大家都去抄了，抄完了以后说，哎，有的抄的好的，有的抄的不好的，有的抄完了以后不承认，还喊遥遥领先的，那么社会到底认不认可这种方式？如果大家认可，那他最后就劣币驱逐良币，对吧？把其他人干掉。那么有些人说，哎，你这个抄的不错，抄的基础上还改进了，还做了创新了，那么社会鼓励这些人，然后买他们的产品，那么这些人最后会剩下来。就是企业这种东西呢，其实我们应该用达尔文的这种适者生存的方式来考量，对吧？我们最后看到的是什么？最后看到的是这个自然选择了可以适应这种自然环境的所有生物，所有的这种变异也好，所有这个包括我们今天讲企业家的决策也好，它是随机产生的。那么最后是通过自然选择也好，或者社会选择、市场选择也好，然后我们把适应这个市场的筛选出来，让他们继续往前走，对吧？咱们在干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有人选择抄有人选择抄了不认有人选择创新，甚至有人呢因为创新最后没做出来，比如像贾跃亭这样的，对吧？那么最后市场会告诉他说，哎，我们要这几个，然后请继续往前走，对吧？一定是这样。那么创新这件事儿到底到哪一步算是创新呢？对吧？你说我今天一定要从轮子开始重新造，这个大家就乐了，对吧？没有任何人要去这个创新，说我这个要从头开始造轮子。你说，哎，我今天再重新造轮子，大家要笑话他，对吧？那你说，哎，我把轮子造的结实了一点我把轮子造的这个抓地力更强了一些，我把轮子造的这个摩擦力更小了一些或者是什么样的这个这算不算创新？这个其实也是创新，对吧？你不能说，哎，你这个轮子早就有人发明了，任何以后做轮子的人，你们都在抄袭你们怎么能够这么不要脸呢？对吧？这个其实是不对的但是呢，里头有一些，比如说你到轮子到某一个阶段了比如说我们现在电动车的这些轮子，对吧？为什么电动车的轮胎比别的车贵，对吧？因为它需要省电需要做很多的，就是它专门是低滚阻轮胎做什么这样的事情，对吧？它那个电动车的轮胎都是这个普通汽油车轮胎的好多倍，而且你想电动车本身就沉嘛，对吧？还要做低滚阻，对吧？这个是你以为这个米其林做这样的轮胎的过程，它没有创新吗？它也创新了呀，对吧？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干的是什么呢？所有轮胎厂你们都去做轮胎然后由小米这些车厂，包括这些客户，最后去选择说，哎，我到底是用米其林的呀，是用韩泰的呀，还是用什么马牌或者是有没有国产的？其实韩泰在国内是有工厂的也有国产的轮胎，我们去买一条，对吧？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大家最后去选说到底谁的轮胎好就完了嘛，对吧？那么这个都是在创新那么至于说哪些叫基础的创新，我觉得现在大家遇到了一个问题过不去了，然后我们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了，这就是一个基础创新，对吧？没有哪个创新比哪个创新更高明或者更这个低线没有这些东西，大家都是在做创新而且所有的这些创新，你只要是解决问题的创新，都是值得鼓励的而且它都应该为这些创新去赚取相应的这个收益回来，对吧？你不能说做了创新以后，这个别人在哪个基础上再往前走，他就不应该有收益了，这个事儿是没有意义的。那么电动车本身呢，现在其实也很难卖这个是现在大家都遇到的问题。现在马斯克也在讲说这个，因为马斯克前面刚是在财报的会上在讲嘛，说这个为什么这个电动车整成这样，对吧？然后马斯克说现在日子都不好过，对吧？有一个人发了个这个Twitter 说1年多来我一直在警告这种潜在的现实，现在他在这里，现在是股东评估责任的时候了。根据法律要求，特斯拉董事会应该立即由独立董事取代。这个意思就是应该把马斯克踢出去。然后马斯克的回复是什么？他就是个白痴，连自己是个白痴都不知道。比亚迪的销量较上个季度下降了42%，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困难的季节。其实呢，讲这个叫做什么呢？讲这个电动车是不是弯道超车这件事情呢，还要讲另外一个事情是什么？就是
现在欧美在电动车上有点退潮，对吧？这个事儿到底行不行，对吧？是不是我们啊好不容易超过去了啊，结果发现走错道了，或者说人家把这道儿规则改了，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那么电动车的崛起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对吧？它到底是怎么崛起的？咱们不说中国电动车啊，咱先说电动车，这个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大家要知道，每一个产品，特别是新产品出来以后，经常会有一些缺陷。但是呢，像电动车这样带有这么大缺陷的产品，在社会上推广，然后居然还推起来的，其实这些年并不多见啊。电动车是一个优点跟缺点一样明显，甚至缺点都难以克服，缺点比优点还多的一个产品，对吧？到现在居然把它推起来了。那么电动车的优缺点是什么？它的缺陷呢是充电慢啊，电池又大又重，高速动力是比较差，而且你跑到高速上还会这个掉续航，对吧？电池还非常贵，这是电动车的缺点。你到现在为止，所有的这些缺点都在，没有变，没有什么改变啊，就是有一些可能稍微的改变一些啊，但是呢，这个也没有彻底改善啊。那么电动车的优点当然也是有了，第一个是使用成本低啊，就是充电还是比加油要便宜。然后呢，维护成本低，因为你不需要换机油啊，不需要换什么其他的乱七八糟配件，它可能里头除了刹车片和雨刷器之外，没有什么别的可换的了，对吧？汽油机你是要定期保养的，就是汽油机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这个机械结构，包括变速箱都是非常复杂的机械结构。那么这些东西你必须为什么要保养？就是每过一段时间到这个这个修车厂去看看你这个车有什么问题啊，这样才能保证东西稳定的玩下去。而电车没有这毛病，对吧？你就只管开就完了，所以它整个的维护成本都非常低。而且电车呢，在低速的动力性能上是极好，对吧？你说，哎，我这个车最后跑到200多少公里的每小时的这个速度了啊，那这个事情上，汽油车比电车强啊。但是你说我0到100公里加速这事儿，这个电车是完爆所有油车啊，没什么好说的。而且呢，生产也很简单啊，这个电车的整个生产成本其实是相对比较低的啊，咱不算零部件啊，因为那个电池很贵。它电池之外的其他配件都极大简化，而且价格也很便宜啊，这是电车的优点。所以我觉得电车优点缺点都非常的明确啊。这个呢是怎么能够把电车这个东西推起来，就是需要前仆后继的这些先驱，需要烈士往上冲。当然最后这个烈士最后还跑下来了啊。这个先驱是谁？就是埃隆·马斯克，对吧？埃隆·马斯克的特斯拉是亏了十几年的钱，然后还有政府的补贴，最终才让特斯拉逐渐盈利。而且特斯拉的成功其实给了大家很大的启示是什么？卖电动车它是个互联网企业。为什么是互联网企业？你需要有一个像埃隆·马斯克这样的大忽悠，然后不停的出来说，对吧？然后你要能够激起这么多人跟你一起去买这个车，哪怕知道它好像有问题，我们还是愿意啊去买你这辆车。一定要有这样的这个号召力，要有这样的这种品牌传播，或者说叫市场传播的能力，它才有可能啊把这么吃力不讨好的一个东西卖起来啊。所以现在为什么后来大家在玩的叫 PPT 造车，对吧？遥遥领先啊，这个各种的这个媒体上玩花活，都是跟这个马总学的啊，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大家要知道，任何的技术路线都会随着什么规模的不断扩大发生改变啊。这个特斯拉就是我卖了这么多车了，那发生什么改变？第一，问题会不断的被发现和解决。这个车呀，你只要不上街上跑，你就永远不知道有什么问题。咱们坐在这想，哎呀，这个车有这毛病那毛病，是吧？这样造不出来，那也造不出来，啊，我就造了，造完了以后有这些毛病我认了，啊，认完了以后呢，我再慢慢调整，慢慢改这个东西。然后呢，当量起来以后，很多的问题会被解决掉，然后呢，它的成本也会不断的降低。就像世间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呢，这个也就有了路了。所以特斯拉实际上干了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讲最简单的一个特斯拉干的事情，它在全国建了充电桩，在中国，在全世界，它都建了大量的充电桩。我记得特斯拉刚刚进到国内的时候，很多人在干什么呢？就是开这一辆车，特斯拉从北京开去上海，然后一路上看说什么地方没有充电桩，我们就要在这儿建一个充电桩。这个就跟大航海一样，说这个地方没有人来过，然后我要在这儿插一个旗子，对吧？说这里就是我的领土了。特斯拉车主最早的时候在中国就干这个事情，包括从北京开去西藏，
啊，开去各种地方，然后一路上开到哪儿没有充电桩，我们就停下来建充电桩，然后建完了以后再往前开，对吧？然后这个是只有特斯拉能够干这个事儿，因为它最早进来的嘛。我们现在用的所有的这些充电网络，实际上都是这个沾了特斯拉的光啊。当然，你说特斯拉建完了以后，后边国家电网啊，各个这个其他的一些企业说来，我们也去建一些这个新的充电桩在周围，对吧？现在所有的中国高速公路的这个休息区，对吧？很多的这个商场里面啊，各个小区里面都有非常多的充电桩了。然后还有什么东西要去扭曲大家的心智，让大家去买这么缺点这么明显的东西呢？就是环保主义啊！环保主义呢，在整个电动车推广的过程中是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如何让市场接受一款有如此巨大缺陷的产品？这个事儿以前其实没人试过啊，这次试成功了。早期的电动车其实是非常不划算，因为很贵非常非常贵，那块电池也很贵。对吧？然后它整个这个，因为一开始量小嘛，他们做的这个车也非常贵，对吧？那么靠政府补贴，靠碳税靠各种各样的环保的宣传，这个电动车才有了今天啊。那么克服了，这客户呢克服了层层阻碍购买电动车的比例在逐年上升。那么电动车经过了这么多年，包括特斯拉前面独自前行了10几年，包括后边这个中国造车新势力魏小李，包括现在的小米苏7，对吧？这么一代一代迭代下来，其实现在的电动车跟特斯拉刚开始做电动车的时候已经是完全两个东西了，完完全全不一样。那么这个东西是什么真正加进去的？这个东西叫智能车，对吧？电动车最后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就是我要做人工智能我要做自动驾驶，我要做什么智能座舱，我要做这些东西。大家要注意你到了这一步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为什么非常关键呢？这是如果电动车不向智能车的方向发展，它是真的有可能退回去的，说我不需要了，我就回去做这个汽油车就完事儿了，对吧？现在是不行的，为什么？燃油车是没法智能的，对吧？燃油车上的这个电瓶，它上头也是有块电池的嘛，铅酸电池，哪怕你给它换成锂电池，对吧？它是顶不住智能车机和这个自动驾驶的这个系统的耗电的。这个大家要注意一般咱们汽油车上的电池有多少度电呢？大概是0.6度到0.7度电。然后这个车机包括这个咱们先不说自动驾驶那些东西，就是咱们的智能车机，你在不开的时候，一天大概要耗2度电，这玩意儿是没法干的所以呢，这个燃油车你让它去做这个自动驾驶这个事儿是很难很费劲的。而自动驾驶这个事情，它其实是更费电，那么多摄像头挂上，那么多的这个叫做什么芯片、算力芯片挂进去这个是非常非常耗电的咱们别说汽车上有这个什么有空调，汽车的空调压缩机是直接挂在那个发动机上的不是靠电瓶干活的但是燃油车的这个电瓶不够使。咱们汽油车咱们现在电动车一般上面是有这个70度电、80度电，甚至有的有100多度电，对吧？那么你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在里头挂一个这种一天耗个2、3度电或者1、2度电的这个智能车机什么的，其实还好不算什么特别大的问题。但是你燃油车搞不定，而且燃油车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没法做智能化的问题是什么呢？燃油车的操控灵敏度是非常差的，对吧？你想它有发动机，有变速箱，然后有各种的这个复杂的机构，现在要给燃油车下一个命令，说你必须要很精准的去执行一个什么操作的时候，燃油车执行不出来，对吧？这个只有电动车能搞定这个事情，因为它的整个的都很简单，就是我直接一个指令下去，现在电机把这个电压上升，然后速度上升，然后就可以了。而且你可以马上监控到这个电机的这个变化情况，然后呢再去调整这个电压的情况，这个事儿都可以干，对吧？这个事情燃油车搞不定所以智能车这件事情只能是电动车这个是没办法。虽然燃油车现在开始有一定智能化的东西在里头了，但是呢，能够像电动车这样完全智能化的燃油车，现在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有一些车厂在尝试做但是做出来的效果都极差。而且一旦智能车这个东西起来以后，下一个东西是什么？就是 Robotaxi就是完全无人驾驶的这个汽车就会上来那么这些东西呢，是不但会去颠覆燃油车市场，
也会把现在的电动车市场也再颠覆一遍啊。所以电动车呢，就真的是本着说我就不干了啊，咱们就这么往前走的一个思路在往前走啊，在做这个事情。那么新能源车的这个推进速度呢，会这一次会减缓啊，因为欧盟说我要慢一点啊，美国说我也要慢一点，甚至啊，耶伦说我要去跟日本人、韩国人聊一下，看怎么能够形成一个同盟，对吧？但是呢，这事停不下来了啊，不可能说今天我们啊这个电动车跑了一半了，说明天换方向了，都回去做燃油车去，这个事儿是不现实的啊。那你说能不能造氢能源车啊？就日本人不是一直惦记造氢能源车吗？这个事儿其实是很难的啊。为什么？这个里头并没有说谁的技术好，谁的技术不好啊。因为氢能源车其实分两种，第一种呢叫做氢内燃机汽车啊，实际上就是我们把氢气直接放到发动机里去烧掉啊，包括以前我们还有很多这种烧煤气、烧天然气的车，对吧？这个呢，它其实都是这个就是我们基本上认为它是一种燃油车就好了。然后另外一种呢叫氢燃料电池汽车，这个现在的这个氢内燃机汽车呢，有些人造了，但是呢也没有怎么卖啊。它呢可以大量的复用燃油车时代的这个专利和技术，但是呢在智能化方面，在智驾方面存在着燃油车同样的缺点啊，它也搞不定所有智驾的事情。那么氢燃料电池呢，现在呢还都在实验阶段，虽然也在卖，对吧？可能现在全世界卖的东西也就卖了几万辆，这个各个品牌可能每个品牌卖个几百辆、几千辆，也就这种水平了。然后大家都是赔得一塌糊涂，再也不敢做了。那么氢燃料电池的复杂度呢，还是要稍微高一些啊。而且氢气的制备呢，你说它便宜吗？其实也没有那么便宜，特别是运输和储备也是挺麻烦的，对吧？那么你说这都是问题啊，这氢燃料电池不好啊，没有那个啊。氢燃料电池汽车行业里头就缺什么呢？缺一个像埃隆·马斯克这样能够坚持亏10年，然后以一己之力啊往前冲的人。你如果有这样的一个人下来，可能氢能源车也就造出来了，对吧？而且现在可能能够跟纯电车啊对半的这个分市场啊，否则的话啊，大家都是说这个一堆大厂在这想说，哎，我这个汽油车卖的还挺好啊，然后我能不能把氢能源车再研究研究，然后等这个彻底成熟了以后再出来，对吧？永远不会有彻底成熟那一天。为什么？因为人总是觉得，哎，我原来那汽油车还卖着呢，对吧？还有人在买呢，啊，这个每年的销售额也不错，那我为什么要去费这么大劲干这个事儿呢？啊，所以任何一个由大公司去推动的这种创新都是不可能成功的啊，必须是埃隆·马斯克这样的人去说，我创建一家新的公司，对吧？然后我没有任何包袱，而且是不成功则成仁啊，连着亏10年，我非要把它做出来，才有可能造出氢能源车来啊，或者氢燃料电池车来。那么中国电动车企业到底是怎么赶超的？这个可能是大家比较感兴趣的，对吧？第一个，首先说咱们现在到底是不是领先了啊？这个要跟大家讲，不啊，还是领先了啊。就中国电动车企业还是在领先。大家注意啊，全世界的人实际上都在中国造电动车啊，包括福特在中国也是在造福特野马的那个 SUV，也是在国内造的啊，是这个没有任何问题。他们这个车在美国都没有造啊，到美国也没有去卖。然后大众啊，也是在国内造了很多的它这种 ID 系列的这个车，对吧？甚至还在国内直接投资或者是收购一些智能汽车的解决方案商啊，或者包括一些芯片商啊，他们都会做这样的合作啊。很多欧洲厂商实际上都在干这个事情，包括奔驰、宝马什么，在国内也是会去跟一些这种智驾的公司去合作的啊，这个没有任何问题。然后这一次呢，耶伦老太太跑来，实际上也是在谈这个事儿啊。她谈的是什么呢？就是叫产能过剩啊，中国产能过剩啊，产能过剩的两个东西，一个是新能源汽车啊，另外一个东西呢是光伏太阳能发电板，就是这两个东西过剩了，然后你们向我这儿倾销啊，这个呢，你说他不是说要自由贸易吗？他为什么怕这件事儿呢？啊，待会儿我们再去讲啊，这个啊，你任何人跟中国人做这种生意，他都是害怕的，对吧？而特别是到现在，对吧？这个地缘政治又不是那么好啊。他说以后我们比如说都让中国电动车或者是这个光伏板把这个市场都占领了以后，对吧？他自己的内部的企业再也不造这东西了。那如果大家比如说都是朋友坐下来说，哎，你随时买，我随时能卖给你，对吧？我谁也不卡谁脖子，这个事儿其实本身是没毛病的，对吧？现在呢，就是这个互相卡脖子，这个东西你不卖给我，那个东西我不卖给你，
那怎么办呢？只能一人干一套啊，一人干一套呢，你还要保护这个做自己家做新能源汽车、做光伏电池板的这些公司，对吧？那就只能过来谈说，哎，咱们看看怎么能够再多打一个补丁啊。这个其实我是很反感打这种补丁的啊。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就全放开，大家自由竞争是最好的方式，对吧？而这种补丁你会越打越多的，而且是永远无穷无尽的打下去。那么中国这个电动汽车到底是怎么赶超这件事儿呢？我觉得在讲之前还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中国互联网的弯道超车是怎么玩的。就是中国的互联网啊，包括中国的移动互联网，其实已经算是遥遥领先了啊。因为我在当时做这个出海创业投资的时候，就在讲说我们已经从 copy to China 发展到叫 copy from China，就是我们要把中国的各种模式搬到全世界各地去那是我们当时去做基金专门投资这个中国项目出海的一个核心原因。那么中国互联网到底怎么弯道超车呢？首先想什么叫弯道超车？那么一定是有超近道的地方，对吧？拐弯然后呢，我从这个弯道里头过去了，我走的比你短，对吧？这样我叫弯道超车了。所以一定是有作弊，一定是有不规律的地方，这事儿咱要认。你只要讲了弯道超车这件事儿，对吧？你就不要像说，哎，这个弯道超车其实这个我们也是付出那么多努力，这个事儿首先要承认啊，干了什么事儿得认。这中国人最擅长做的事儿是什么？其实中国人最擅长做的事儿是程序员。这个现在我们是感觉真的是如此而且电脑硬件的生产呢，也基本上都在华人手里边，不能叫中国人，就是华人手里边都有有些是已经离开了有些比如说是台湾的咱们就算华人，也都在这里头。我记得我第一次这个就是当时陈水扁第一次上台的时候，我问我一个台湾朋友，我就跟他讨论一个问题，讨论什么问题呢？我说这个两岸会不会打起来他说不会的。我说为什么呢？他说你看全世界80%的键盘，90%的什么这个主板，都是50以上的什么，就是基本上你电脑上能想到所有东西，都是由台湾公司设计，然后在大陆生产的。他说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人不会允许你打仗的，而台湾人是最听美国人的，说这个事儿打不起来的，对吧？所以现在直到今天为止，整个的电脑硬件实际上都在华人手里面，包括这个英伟达什么 AMD，包括这个台积电，然后国内的各种的这种硬件厂商，对吧？都是这样做的这个没有任何办法再加上我们这么擅长做程序员，对吧？程序员其实有很多东西是黑箱就是我们写了个指令，它就执行了。这个东西到底为什么执行，其实我们也搞不清楚，或者真正搞清楚的人并没有那么多。这个为什么会跟大家讲这句话呢？这是中国人擅长的事情，叫这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对吧？或者说我们只管往前走，走完了以后，这个不管这个底层到底为什么，我们生往前冲就完了。这是中国人擅长的，不去做这个底层研究。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是只有算术没有数学的算术是什么？就是鸡兔同笼那玩意儿叫算术，数学列方程那玩意儿叫数学，对吧？咱们自古以来不研究那个。但是你会发现，到今天了，程序员这个行业非常非常适合我们的民族性。那么到了互联网时代，到底发生了一个什么变化？你说软件时代为什么中国人没起来呢？对吧？到互联网时代为什么就起来了呢？这个里头有一个新的东西叫开源软件，对吧？就是我们把大量的软件开源，老外开源好的，我们就拿回来直接用，然后在这基础上改，改完了以后，我也不管这里头怎么回事，我就嘁哩咔嚓改完了一通，然后我就用上了。对吧？如果没有开源软件，就不会有 BAT， 就不会有阿里云，就不会有国内所有云计算，对吧？这些东西都是由开源软件来的，包括国内的所有的安卓操作系统哪来都是开源安卓上改出来的呗，对吧？那么我们有了开源软件了，然后一下就去腾飞了这个东西到底怎么来的？为什么是这样的这个底层是怎么回事？不管了我只管把开源拿来找极个别特别聪明的人，还可以改底层代码这个绝大部分人拿来用就好了。对吧？这是真正强大的地方。而且呢，美国的互联网大厂他们也发现这个问题说中国人很擅长写程序还爱加班还这个卷，他们呢招聘了大量的中国工程师，而且大量的中国工程师呢还干嘛呢？从美国回国创业，对吧？当时我们很多投资的项目都是原来在美国创业的我以前投了一个案子是做电商的，然后那个创始人原来亚马逊的。
对吧？这玩意儿根红苗正，你不投他投谁啊？对吧？包括原来做盛大云的那个老大叫何刚，原来也是亚马逊的啊。这个，那你说亚马逊的人拎回来做这个，叫做什么云计算，这事儿有什么问题吗？这不是应该的吗？对吧？现在有多少中国的投资人在美国硅谷溜达，对吧？说，哎，这个人啊，谷歌惊奇，然后看简历啊，斯坦福的博士，然后谷歌的还是哪儿的，对吧？拎回来创业吧，然后我们给你笔钱，对吧？都是这样的呀。咱们前两天讲的那个 Kimi 的那个创始人也是这样的一个背景，对吧？他都是这么来的。包括咱们现在在国内做01万物的这个，李开复，那不也是华人，对吧？台湾同胞吧，这个是这个微软的、谷歌的，转了一圈以后，在国内做创新工厂，现在做01万物。咱们其实有大量的华人的这种中高层啊，都被拎回来去创业去了。那么他们拿的其实还是美元基金，就是在美国学，在美国大公司练，练完了在美国拿美元基金，然后做完企业以后到美国去上市，对吧？实际上中国现在整个的互联网弯道超车，基本上都是美国人干的啊，全怪这个万恶的这个美帝啊，这个事儿都怪他们啊。然后呢，再加上什么？这个中国人呢，在这个各种的底层运营啊、底层的一些数据啊，包括互联网上的一些人性的上面啊，咱们还确实很强啊，所以咱们在互联网方面快速的弯道超车了。这个电动车这个领域里头，对吧？那么我们就这个做的就更厉害了。其实电动车跟这个整个的过程非常像，对吧？特斯拉其实也招聘了大量的中国工程师，因为我记得特斯拉原来有一个什么人啊，就是我们以前去特斯拉去参观都是找这个人安排，他是特斯拉的 HR，一个中国人，对吧？然后呢，他做了大量招聘，然后后来这个国内很多的这个汽车厂商去做说我们要做电动车的时候，然后就把这哥们弄回国了，弄回国了以后，你以为弄回国干嘛？对吧？他把特斯拉的 HR 弄到国内来，对吧？然后这家伙在国内做了个咨询公司，说你们谁要造车，我来去帮你找什么什么人去。对吧？这个因为我以前有一个同事就去造车，就是未来的最早的这个智能驾驶相关的负责人就是他啊，叫庄丽，原来是雅虎北京研究院的这个应该是推荐算法还是什么那个实验室的这个院长啊，或者主任吧，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职位，对吧？都是这样的人在干这个事情，对吧？像我以前还看过一个项目叫什么呢？他们叫裕士科技，也是做自动驾驶的，然后那小伙子原来微软的，对吧？全是如此的这样的人。那么现在好了，到了这个电动车行业了，特斯拉进来了啊。特斯拉进来以后说，那咱们这个大家都跑去拆吧，每个人都跑到这个特斯拉那儿去买一辆车，然后回来拆，拆完了以后上特斯拉那儿去挖人啊，挖完人说咱们就开始干吧啊，来去创业，来去做中国电动车，对吧？然后美国人呢也很愿意说把一些这个他们叫落后产能吧，淘汰到中国来，对吧？这个美国人需要世界工厂开起来，他们要去完成产业升级啊，这个如果不是这2年大家互相限制了，我估计他们还不惦记说这个制造业回流美国这件事儿，对吧？他会发现，哎呀，这个你们不但造了全世界的东西，然后还随时一不高兴就给我断供了，这事儿受不了，对吧？他们发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当然，美国人把什么东西弄到中国来了呢？劳动密集型的，对吧？这个资源密集型的，为什么电池最后到中国生产？因为那玩意儿是个资源密集型，你需要把中国的矿挖出来，或者是你把外面的矿挖出来，而且还做很多污染密集型的企业，就造锂电池那东西，其实这个没那么环保，对吧？那么美国人说我自己不造啊，你们到外边造去，对吧？那这些东西咱就得着呗，对吧？都是这么来去做这件事情的。而且呢，这个日韩欧美的厂商实际上都在中国是有工厂的呀，对吧？当时是这个造这个什么市场换技术，但是呢因为这个燃油车底层的技术实在太多了啊，完全没法摆脱他们。但是现在好了电动车来了，那咱们就干呗这事儿变简单了，对吧？然后呢，这个特斯拉进来以后，为什么在上海建立这个超级工厂？对吧？因为特斯拉进来的时候，实际上全国所有的城市，包括北京，都说来呀，我这儿需要你，我给你什么样的条件？你别看着说上海给特斯拉条件怎么样，给他条件好的有的是城市，
对吧？包括重庆，重庆现在是一个很大的汽车城啊，都说我们愿意给你这个更好的，对吧？特斯拉第一个超级工厂落地以后，然后后边大量的这个城市都说求求你在我这儿再开一个吧，说我们卖肯定这个给你各种优惠政策，然后给你钱，对吧？然后让你把车造出来以后我们都买，行不行？这个特斯拉最后说，我接着把上海这个超级工厂再扩建一下。为什么选在上海？因为上海是大众的基地啊，对吧？上汽大众嘛，然后他在那儿造了这么多年车了，然后在上海以及上海周边全都是造汽车零配件的，对吧？你说我真的跑到一个其他地方去，这个你这个配件没有那么全嘛？其实特斯拉选在上海也是有原因的，对吧？那么大家就来呗，这个大家都去啊，拿这些零部件，然后呢照着特斯拉的样子去做，对吧？特斯拉你玩这个压铸机，我也玩吧，就搞这些东西。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国产新势力就诞生了啊。国产新势力大家注意一下，全是互联网企业，所有不是互联网企业号称说我要去造这个电动车的，最后都日子没那么好过啊。比如说啊，这个许家印许老板，对吧？花了大概是700个亿还是几百个亿啊，说我要造电动车，然后最后一地鸡毛，对吧？这个包括像现在新的这个极客啊，说我要去造电动车啊，现在已经说极客已经是这个叫电动纳智捷了。为什么？因为那个耗电实在耗得太厉害，这个漏油的就像纳智捷一样，对吧？那么最后怎么办呢？说算了，不跟你们费劲了，直接嗨模式啊，把华为的车机塞进去完事儿，对吧？这个其他的我就不再自己去做这个东西了，对吧？现在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包括其他的什么长安啊，什么这些车，在国内长安的车其实卖的还是很多的啊。啊，人家说那怎么办？我们也去把华为嗨模式引进啊，说你以后在这里头都是用华为的系统就完事儿了，对吧？他们跟互联网企业它是竞争不过的啊，所以这个在国内新势力全是互联网企业，然后大家呢基本上节奏都一样啊，先去特斯拉工厂参观，啊，参观完了以后呢，开始挖人，啊，这个回来以后说我自己去造电动车，而且呢，这件事儿呢，也就是马斯克的目的。马斯克的目的其实并不是说特斯拉做的有多大啊，马斯克的目的是推动电动车彻底取代燃油车，这是他在干的事情。他会开放专利，说，哎，我做出来了，来，专利在这儿呢，源代码在这儿呢，你们照着抄啊，赶快上啊，对吧？现在马斯克想要的东西在中国已经出来了，当然我估计跑得有点太快了，会吓到他了，对吧？这个当时呢，我记得是在2011，我第一次见到特斯拉应该是在哪一年？应该可能还是零几年，我应该是07年、08年的时候，在美国我就见过这个车，啊，然后再往后，真的说这个东西火起来了，应该还是在几年的时候火起来的，啊，然后在国内的话是到14年，13年、14年开始有特斯拉进来，对吧？然后当时谁去买这东西？全是互联网公司的老板。啊，每个互联网公司的老板，你说你不开个特斯拉都出去让人笑话，对吧？我记得当时富盛是14年啊，弄了个特斯拉，然后让全公司所有的人去开，说你们每个人都要试驾，试驾完了以后，这个回来说感受，然后要去这个讨论这个东西。那你以为那是个车吗？那真的就是说大家未来的方向，也就是后来啊，猎豹移动最后没有发展上去。如果猎豹移动发展起来，它可能也会去造车的，对吧？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当时我也去开那个车，然后这个车是哪儿来的？那个车是这个雷军为了奖励富盛把猎豹移动做上市送给他的，对吧？是这么一辆车，然后每个人都开，开完了以后体会它的自动驾驶。然后特斯拉每次升级了啊，这个 FSD 升级了啊，他都会组织公司的员工去开，开完了以后回来写总结，写这个东西。那干什么要去写这些玩意儿？那就是要说我们也要干嘛，要去学整个这个特斯拉的这个产品力到底怎么回事，它为什么能做成这件事，大家都去学嘛。啊，当然学这个过程呢，这个刚才有很多人我看在写评论的时候也在想啊，说这个抄了怎么样了？但是你们知道这个金庸小说有一个抄袭的案例是很悲惨的嘛，就是抄这个《葵花宝典》，对吧？这个有一拨人从前往后看，有一拨人从后往前看，看完了以后呢，最后是华山剑派的这个剑宗跟气宗。其实国内的很多的新能源企业，包括互联网企业，我们去抄美国的东西 copy to China 的时候，都是这样的。我们抄完了以后，抄回来是不像的，对吧？最后剑宗、气宗都很厉害，
对吧？你像最后这个谁啊，令狐冲学的是剑宗的独孤九剑，对吧？他这个也是这个最后把这个人家原来的这个什么这个辟邪剑谱啊，或者说什么这个需要引刀自宫的这帮人，最后他也干掉了嘛，对吧？所以这个事情这个还是有的时候这个抄也是有不同的抄法啊，这个我觉得还是很有启示意义的一个说法。然后呢，这个国家也是很大的重视啊，国家给了大量的补贴，对吧？说来赶快咱们去造电动车因为呢，这个大家注意，当时造手机的时候中国人是怎么干的安卓手机一进来，中国是由国家直接说我们去由电子部下属去组建这个手机研发团队，然后我们要去造手机，对吧？然后发现这事儿好使，然后等电动车上来以后，说我们就不用电子部上了，我们就直接是给补贴。当时补贴，而且中国的补贴，电动车补贴是比全世界哪儿的补贴都狠。第一个给的钱多，第二个是什么？就是有大量的城市对汽油车限牌电动车的牌子会随便搞。你比如上海就这样你要去整个汽油车，那拍卖那一个牌子贵死了你要想整个电动车，哎，这个随时就上了，对吧？直到现在为止，好像还是这样吧都在传说上海电车牌什么时候要开始限制，对吧？这个是中国政府用它这个政府力这个是咱们可能要比其他的国家要强一些的地方，对吧？能够实现的，说哎，我们就让大家都去买电动车那么电动车呢，就跟手机一样就是我们不需要去攻克那么复杂的技术体系了，没有发动机，没有变速箱这些东西都很麻烦不需要了我们只管造电动机就好了。而至于电动机这事儿呢，其实相对来说还是容易很多，这么多电器在咱们这儿嘛。虽然说最好的电动机也不是咱造的最好的电动机可能日本人、德国人、美国人造的都还不错。其实特别是日本电机那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你也不缺那块地方，对吧？咱们可以把电动机做的笨一点、大一点，这个功率高一点，但是这个能耗大一点，什么都可以嘛。所以现在中国人自己也在疯狂的做电动机，对吧？做这个电池，然后再剩下都是程序员的事儿了，对吧？所以新能源车呢，就像互联网一样进入了我们擅长的领域各种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事情我们就上了。所谓的工程师匠人范畴这是工匠精神的范畴就在这儿这个差在哪儿？就是科学家要去搞清楚底层为什么的，工程师是不需要搞清楚底层为什么的。我们是在面临一个一个黑箱子，左边敲一下，右边鼓出一个包来，我们只要知道这件事情，然后接着敲就完了，对吧？这是中国人最擅长的。那么工程师的范畴呢，特别是那些积累了10多年的移动开发的这些工程师、这些程序员，对吧？这就是新能源汽车真正需要的东西，对吧？你想，我们在新能源车进来之前就见到了大量的人在做什么？在做车机，对吧？车机完了以后，这些人还被这个汽车厂商这个刁难的不行，因为汽车厂商说我就不给你装，对吧？然后中国人做了大量的这种可以外挂的车机，用安卓平板做车机，这个事情我们做的非常非常多。那么现在一旦到了智能汽车时代，除了这个自动驾驶之外，剩下的那部分，其实你基本上认为它是个大安卓平板有啥区别？没有什么区别嘛。那么这个事情是中国人最擅长的，全世界的安卓程序员可能绝大部分都在中国，而且是很大的一个比例都在中国，对吧？那么进入我们擅长领域了。那么自动驾驶的部分呢？这个也很简单嘛，大批的美国公司大公司做自动驾驶的程序员，他又是中国人，对吧？我们就给他钱让他回国创业就好了嘛。再加上英伟达的算力芯片，我们只管买就行了嘛。即使说我不买英伟达的，在国内也还有一些专门给自动驾驶用的这种算力芯片，对吧？我们买他们家的也行，比如地平线的或者其他的一些都可以用，对吧？包括华为好像也在做自己的这个车机的这个芯片，车规芯片，对吧？那么在这一块快速就可以发展起来。而且国内呢，对于事故的容忍度和赔偿其实比国外松就是你出点什么事儿，这个出了就出了呗或者赔偿我可以把这事儿摁下去，或者赔的钱也不多，对吧？这个呢，其实对于自动驾驶是相对来说比较友好的。然而，国内还有一个东西是什么呢？国内还有一个东西就是媒体掌控力比较强你说这个华为的车出了什么问题了，那你新闻绝对报不出来，对吧？它就可以这个高歌猛进，遥遥领先，没有任何问题。在中国呢，所以大家就是 PPT 造车大家像做媒体那样去做新能源汽车。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出现了遥遥领先出现了500万以内最好的车
啊，出现了各种的控评啊、抹黑、维权、媒体战啊，这都是咱们发明的东西，美国人都不会玩的啊，咱们会玩。虽然这东西并没有那么值得骄傲了，这个事儿也挺丢人现眼的，对吧？但是咱们会玩这部分啊。那么这个即使是车的部分，我们大胆的尝试了各种各样的车型，大胆的尝试了所有的这个显示方式、人机交互方式都试了，然后也大胆的把各种各样的车机和智能驾驶的系统都装进去了，然后大家都在路上开始跑了。所以这一部分已经是要比那些坐在那儿批判你不创新的那些人，其实已经先进很多了啊，这个没有什么好说的。然后再往后呢，就是我们极度的内卷啊，这个怎么个内卷法？一开始政府给很大的补贴，导致了大量重复建设。就是中国电动车其实跟美国有一个特别大的区别，就非常非常多的厂。现在是最后一张的造车牌照是发给谁了？发给小米了，对吧？然后小米到现在为止好像是有造车牌照，没有卖车的牌照，所以工厂是他自己的，卖呢，它后边叫北汽小米啊，或者叫北京小米，对吧？这个不能叫小米啊，必须要带这北京俩字儿，因为它牌照不全。然后劳动法呢，其实在中国是工人最大的敌人啊，这为什么？富士康啊，这个报复这个检查的方式就是严守劳动法啊。有一段时间，这个富士康的老板要去参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啊，那么中国政府说来，我来查你税吧。那说你查我税，我就严守劳动法啊，所有工人不许加班了。那工人闹事儿啊，我要加班，我一定要加班挣加班费，对吧？我不可以不加班，搞这样的事情。而且中国呢是没有工会的啊，所以在中国真的是这个资本家的天堂啊。那么现在呢，所有这些内卷已经开始在向海外溢出了，哎，从汽油车外企进入中国市场呢，就开始有零部件出口，后来也开始有一些整车出口。为什么整车出口少啊？因为这东西运起来太麻烦，那么老大个儿，对吧？好几吨一辆，还支棱八翘的，这个你也不可能说我把它堆的这个很密实，对吧？这个东西出口非常麻烦。出口汽车是专门要做这个滚装船的，全世界滚装船也就那么几条，对吧？所以当时整车出口的少。电动车呢，首先是借助海外品牌进行销售，而且特斯拉呢，其实也帮助很多的中国产能和零部件也都出口了，就包括特斯拉可能有些就是他就买的中国的零配件啊，我拿回去到美国去装，到这个德国去装去啊，有些就干脆直接把整车拉去了。对吧？像德国柏林工厂啊，一拖再拖，老也造不起来，那咱就把这个中国产的 Model 3拉到德国去卖呗，对吧？这个事儿马斯克也没少干，对吧？而且他拉这个 Model 3去德国的这个船，可能还是比亚迪的，对吧？比亚迪是买了好几条那个船啊。那么在一个内卷的市场上，充分竞争出来的产品进入这些相对比较温和的市场来说，基本上是无往而不利的啊。那很多人说，哎，你这个低人权优势啊，这个跟这个全球一体化之间其实是有矛盾的，为什么呢？我们其实是一个很封闭的，然后规则非常特殊的市场，啊，你一旦进入一体化之后会怎么样？大家要注意啊，就是这是一个水桶理论。水桶理论是什么？就是最短的那块板来决定你到底装多少水。那我们这儿就是这么卷啊，你这边要么就跟我竞争，你跟我一样卷，要不然你就被我弄死啊，然后你就不要再做汽车这事儿了啊，你干点什么别的高大上的事情。啊，比如说到中国来开个烘焙店，烤个法式面包什么的啊，然后我们中国人造汽车卖给你，对吧？然后这个做出汽车的人买不起你家面包啊，我们会干这样的事情啊。那么当年香港回归的时候，他们最怕的什么？就是中国大陆的劳工冲击他们的市场嘛。但是这种封闭呢，只能带来一个结果，就是中国在世界工厂这条路上继续开足马力往前走啊，他们是没有任何办法逆转的。现在拜登也好，或者任何美国的这个政客也好，说我们要把这个叫做什么制造业回流美国这件事儿，到底行不行？没戏啊，想都甭想。这个美国人、欧洲人、日本人啊，这个机会是不存在的。为什么呢？除非你彻底脱钩啊，我就彻底不跟你玩了，否则就不可能。因为你有这个便宜的东西，有质量还凑合，对吧？咱不说质量多好，质量还凑合，然后呢，价格还特别便宜的东西，你为什么要去买那个贵的呢？对吧？你没有任何道理嘛。这个东西是违反市场规律的，对吧？中国人现在依然有大量的学生在出国学习，每年都有可能几十万的学生出去，而且各大互联网公司，国外的各大互联网公司，包括像特斯拉在内的车厂，
也招聘了大量吃苦耐劳的中国工程师，在他那里去做各种各样的事情。那么国内的资本现在依然很努力的在硅谷转悠啊，在所有的这些大厂转悠，说，哎，有没有人要回国创业啊？对吧？这个事情并没有发生什么改变嘛。然后对待狠角色只能比他们更狠，而日美欧，而欧美日韩这些公司呢，这些国家吧，基本上都是在温室里边在生存的，他们所有的生存规则都是温室规则。所以呢，现在他们虽然设置了障碍，但是呢是徒劳的，不会产生什么大的变化。中国新能源厂商呢会有一段的困难的日子要过，这个没什么办法。但是杀不死我的，必将使我更加强大。你想我们把这苦日子过去，就像刚才马斯克说的，这个比亚迪比上个季度少了42%的销量，那么这个过程一定会死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公司这些新能源厂死就死呗，死完了以后，最后能够活下来、能够剩下来的，一定是更狠的那个，对吧？比如说咱们最后卷来卷去，这个新能源最后起来了起来了以后，比如小米起来了。等小米再到全世界去卖车的时候，对吧？第一辆车可能没有那么成熟等他做了3、4辆车的时候，我现在要开始到全世界去卖我们小米汽车的时候，你看看这个雷军就可以四处上去喊 Are you OK 了，对吧？一定是这样的一个结果这个是不会有任何的这个变化的。那么，新能源车跟光伏发电其实并不是美国人面临最大的问题。只是呢，现在可能拜登需要去竞选，对吧？他需要去拿这个事儿来说事儿。真正美国人面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是互联网、智能车大模型基础正在被渗透和瓦解，而且这个事情是完全无解，到现在为止谁都不知道该咋办。那么这个互联网智能车大模型的基础到底是什么？其实是开源 ，open source， 对吧？我们是通过开源进行的弯道超车，包括这一次智能车的超车，也是通过开源去做的但是开源的东西现在也在被大量的中国公司所渗透，很多的中国公司，很多的中国人在开始贡献开源代码，而这些代码正在被海外的各种公司、各种各样的系统去应用。那么最后真的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完全是割不开的。那么开源现在还有问题，什么叫开源投毒，对吧？有些人直接往开源代码里写一些有害的代码，现在这个事情大家也是很恐怖的一个事情，对吧？这个开源投毒的事情呢，明天上午10点咱们直播再接着讲我找我的朋友庄彪伟，他是这个天工开物基金会的这个理事长，明天我们去讲一下这个开源投毒的事情，而且开源投毒的这个人，他的账号名明显就是一个汉语拼音的名字，看着就像个华人的名字，但是这个人现在具体是谁还找不着但是如果开源这件事情被中国人彻底渗透了，那么这个可能对于全世界的互联网行业，对于全世界的智能车行业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麻烦的事情这个是才是大家真正需要去头疼的事情。好这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一个故事，讲了生生1个小时让我看看大家都说了些什么。弯道超车的具体标准是什么？世界的占有率中国电车出口占比是40%，目前，我觉得呢，你不需要，比如说41%、39%，这个你没必要去看这个东西。公理公道讲，国内的新能源车产业算是先行者，比传统汽车产区欧洲和日本可是跑得快多了。人家要是追上才算怪事儿，就跟国内对弯道超车的宣传跟实际效果完全走样一样。今天我也不看好日欧欧日在这一块能追得上来，是这样的，他们追不上。前2年就有位投资界大拿考察电动车供应链后，就指出电动车供应商未来就会在中国。是的，弯道超车的说法已经不准确了，弯道还是别人的道，现在是换了一条道这个道呢，其实并没有大的换还是这条道
现在 AI 大模型训练数据来源有没有抓取暗网的资料？这个我估计他们应该有些模型在抓吧，对，但是大的应该不太敢啊，声音是有的。嗯，这谁写的？刚来啊，刚才那段是贾跃亭的。现实是世界范围内不谈中国，不中国电车占比所有的车只有12%，油车还是大宗。这件事儿呢没法说，你就跟苹果刚出来，iPhone 刚出来的时候，这个智能机占比其实也是很低的，但是没用几年就彻底就干净了啊。那苹果也是在中国造的。贾会计说的倒不错，但是他车没造出来，对吧？这是个 yes or no 的问题，答案是 yes，是的。小米造车一共就3年，创新个毛啊！就供应链技术，创新都给你做好了，这个千万别这么想啊！你给你一辆车，你别说3年了，苹果造了10年，它没造出来啊，对吧？花了100亿美金啊，小米只花了100亿人民币啊，对吧？那提姆库克他不创新吗？对吧？人家造了10年，最后发现，哎，造不出来，算了，我放弃了，对吧？你真给你一些东西，你就别说给你那个车供应链了。这个咱们小时候有没有谁拆过机械表？我小时候拆过啊，拆完了以后装回去的时候多几个零件这种事儿你们遇上过没？对吧？咱们可能啥轮子都自己造啊，这个事儿是，但是超外形是不可饶恕的，太 low 了，众泰水准啊。外形这个事情呢，我觉得是这样啊，你如果说抄了以后你不买，对吧？那咱们就算是对抄袭外形的一种这个，叫做什么呢？一种批判，然后让他失败，下次他不就不抄了吗？结果你抄了外形以后，大家疯狂的买这事儿，那你让他怎么看呢？说哦，原来你们喜欢啊，一边嘴上说不要，但是身体很诚实，这事儿咋弄啊？对吧？小米抄袭外形这事儿是有传统的，比如说吧，小米的那个空气净化器，当时闹得沸沸扬扬的，对吧？他那个空气净化器抄的是一个印度的商品，当时给大家气的，说你抄你好歹你抄个日本的，抄个美国的不行吗？抄个欧洲的 Blue Air，对吧？瑞典的，你为什么抄个这个印度的呢？这个你还不说找个好的抄，但是大家就买啊，觉得很开心。小米空气净化器最后卖的非常非常好啊。那么小米说这原来是这样，你们喜欢，那我就上吧，对吧？也还能怎么办呢？设计一款车简单，哎呀，这个没那么容易了。光是车门设计就有很多门道，是的，车里面就是很多的细节，细节太多了。但是电动车的细节要比这个汽油车还是少非常多的啊！汽油车真是那个电车的大概只有汽油车10%左右的零部件的数量现在的 AI 也是工程问题，没有创新。我觉得你们不要太纠结创新的问题，对你让这个呃大模型可以进行更好的这个工作可以在更少的这个 GPU 上跑起来，可以把更小参数的模型起到更好的效果，它难道不是创新吗？它也是创新啊。超外形也是制造话题吧，不然你会注意这个事情首先这样抄了你就认我这个你不能说抄完了以后说我不认，我原创的这个事儿就稍微过分了一点3年整合供应链产品再把内饰软件自己设计一下就完了。这个我觉得你真不太了解小米他自己设计软件这个事儿，我估计有几个月就可以搞定他们那个小米程序员的效率还是很高的，而且加班加的也不少，对吧？你真的把东西凑一块儿，你还要各种测试多少方案的选择，这个没有那么容易的如果你觉得3年很容易，你可以试试调重这个配重、调教、结构设计都有很多学问。是的，强国的电车并不是很强，强的是混动车这是很多人忽略的。这个其实我不认可就是混动车其实真正比较强的像日本车呀、韩国车呀，那个
包括美国、欧美的一些混动车其实是真强啊，在国内的这些混动车其实是一般的啊，因为为什么？就是混动车里还是有发动机嘛。这个发动机这个东西，咱们到现在为止可能还有很多的专利搞不定，很多的这种核心零部件或者有一些核心零部件材料，咱们可能还是要进口，对吧？这个事情是搞不定的。而电动车这个事儿，咱们基本上完全自己搞定。我认为贾跃亭纯粹是50步笑百步，从零开始，原创当然值得鼓掌。但是，啊，如果谁真的从零开始创业就傻了。阳光底下没有新鲜事，先找对标是非常正确的方法论。大部分项目都是从抄开始，这是后来者唯一正确的路径。我觉得啊，是看啊，就是这种鼓励单纯或者叫做绝对创新这件事儿是一个很傻的啊。大家绝对创新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压根儿就不懂行业，你连行业都没看，叫绝对创新。抄不是大问题，借鉴大家都在做，主要是，这个对这个抄了不承认这事儿是丢人的啊。中国人已经有完整的供应链，人才只要出得起钱，都可以做到啊。小米最大的优点，一是品牌，二是烧的钱，是这样，小米是真有钱。而且小米其实一方面是品牌，还有一个就是它整个的营销真强啊。照以色列昨天发展方向，原油价格这是奔着100去了，这算助力电动车了吗？哎呀，现在这个不好说啊，不好说。能抄明白就不错。就中国这种领导一拍脑袋就开始搞运动的方式，就算某领域领先和创新了，结果也大概是像5G 那样爆死啊，这个就不知道了。咱们不能讲，咱们领导还是很英明神武的啊，稳中向好啊。西方国家都没说中国的高铁是抄袭，只有喷子才一直在说抄袭，是这样的。但中国高铁，其实我一直比较喜欢中国高铁的故事，就是它从做第一批进来是全都是进口的，到现在国产化率是97%还是90%几，最后有几根轴承做不出来，然后买的是日本的，对吧？其他都是咱自己造的。这个这么洗抄袭有点粉啊，抄就抄了，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游戏抄了，只要卖得好，不是也很香？先活下去再说。我觉得呢，抄袭是创新的开始。这个我记得以前去华为啊，也是跟他们聊天这个问题。华为很多东西就特别现实，就说哎我们这个手机要做的比诺基亚好，就是最早的时候的华为啊。然后呢，我们的这个路由器要做的比3COM 或者是这个 Cisco 的好。当时我就问过他们这个问题，我说你们为什么不说我们要做的最好啊？或者说我们不要走这种跟随路线啊？为什么不做这个事情？他说你看抄都没抄明白，你咋超越啊？对吧？你超越的前提是你要先把老师傅给你的东西都学明白了呀。后来我觉得还是很有道理的，他们就比较现实。华为这点上还行啊，就是当时还可以，但是现在就差点意思了，天天喊遥遥领先这事儿不行。为什么比亚迪、吉利都不去抄了，小米反而又在抄？比亚迪、吉利，你以为它不抄吗？你想啥呢你？啥脑子你？企业没有创新义务啊，但是义务不抄袭是，这个我觉得最后还是市场选择啊。铁路是谁发明的？隧道交通，全部都是抄袭。哎呀，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呢，他就是脑子转不过来，对吧？也算双标啊。到中国人这儿啊，你们都是抄袭啊；到美国人那儿啊，你好创新啊。创新不是口头上说说，而是应该是一种文化。我觉得啊，我跟大家讲这样的一个故事吧。这个当时有一个游戏叫《我叫 MT》，对吧？他是抄的谁呢？抄的那个应该是魔兽世界吧，好像是魔兽世界里头的这个人物啊，拿这个人物做的一个卡牌游戏，在中国火得一塌糊涂。然后呢，这个游戏后来出海到海外了以后，直接就挂街了，直接扑街了。为什么呢？因为老外觉得你是抄的，我就不买了，对吧？他是有这样的东西。但在中国，你说你抄了以后，我接着买，买了还很开心，那这个事儿他就鼓励他抄，这没有任何办法。但是呢，大家不要以为说，哎，你抄袭了到国外，然后国外人不认你，然后你们看你抄了不对了吧？千万别想这事儿啊！中国人是有很强的适应能力的啊！你如果发现老外不要这个东西，他会马上做出老外要的东西，然后依然可以把老外打得满地找牙，对吧？这个才是咱们的本事。你不是想要原创吗？那我就原创给你。
对吧？最后是市场选择的，你要原创的我就给你原创的，啊，你觉得抄的也没问题，我也挺开心的，我就给你抄的。咱们最后卖的都是市场要的东西，对吧？不是企业家自己选择的，他是试出来，特别像雷军这种工程师出身的人，他们那个整个试的过程我是太了解了，对吧？他最后觉得，哎，这样的东西是转化率最高的，那我就做这个。抄就一个字，你有你自己的定义啊，跟平时大部分的用法根本就不一样啊，这个啊，这就是中国的问题。小米抄了外形，竟然都还很好意思，我觉得这跟好不好意思没关系啊。抄了呢，他也认啊，说这个东西它就是这样的，对吧？这个抄完了以后，这个你如果觉得有问题，你就老老实实去告啊，你自己在那酸个屁呀！韩泰真的是又便宜又皮实，但是噪音太大，是抄完了还喊遥遥领先啊，这个抄完了得认。周杰伦还抄袭，东尼大木，东尼大木是谁？这个不知道是哪首歌啊？你们说的整天挂嘴边上，东一个抄西一个抄，你有本事你抄一个。对，这一般上来说别人抄的都是自己抄不像的，比如说像贾跃亭那种人啊，说你看，我不会抄啊，你们抄不，我就骂你啊，抄完了还喊哎呦不错，哎，这个呢能抄像真不容易啊，弯道翻车也有翻的，啊，电车跑长途真的是里程焦虑，我亲身体验，一上路就一直关注，还能跑多远？是的，汽油车基本上不想这事儿，啊，低人权太厉害，低人权确实是比较凶悍啊。啊，看了一汽大众有几个小员工的视频科普，小米所谓的工艺上的领先就疯狂打脸，啊，这个东西啊不用来科普，有本事他自己造一个，对吧？或者你觉得不要说一汽大众，大众卖的 ID.3一年能卖到几辆，或者在国内 ID.3、ID.4、ID.6，对吧？它在小米面前能不能行？这玩意儿就属于吃不着葡萄是葡萄是酸的。最后唯一检测的标准不是科普视频，唯一检测的标准是你到底卖了几辆，对吧？就跟当时郭德纲去讲的说你们在这骂我啊，你们这些传统艺术界相声圈的人骂我，你卖票你卖得掉吗？对吧？你卖了半天你卖不掉票，这个你讲个屁啊，对吧？所以好多是这样的。电动车开支大头是折旧费，它其实开支大头是那个电池的钱，对。啊，不用创新啊，别人不让抄的时候可以谴责别人，没有分享精神，别人受到良心谴责就让抄了，其实也没有了。这个我觉得我们最核心还是碰到了开源这种神奇的东西。电动车的重点是 AI，不是车子本身，是这样的。所以现在大家开始卷 AI 了，而卷 AI 这件事情，日本、韩国不知道啊，因为我对韩国确实不了解，欧洲都稍微差点意思啊，这个不太好搞。欧洲没准还能追上，日本我觉得追不上这个东西。抄这个字就是一个贬义词，这不是常识吗？啊，为什么这么麻烦重新定义这个字？没什么定义的，我们也承认抄不好啊，但是抄呢有它不好的地方，但是你如果连抄都不会抄，根本就没有资格上来讲创新这件事儿，对吧？你就在拍脑袋胡来，主要是电车太危险，用久了自燃风险太大，这就真是不懂了。电车没有自燃风险，电车的所谓的自燃风险是电池不过关啊，你只要电池过关是没有问题的。王传福也不出来，全球第二就是他了。这个要看了，自动驾驶成熟了就不危险了。是的，比亚迪的王传福是闷头造车，比亚迪也在很努力的在折腾啊，不管是电车还是油车都有风险，只不过啊又不是油车没有电力系统。是的，你好，你好，能理解马车的心情，好吧？林志颖当初是那一撞太经典了，油车至少不至于那样一撞之下就烧起来。你以为油车没干过这种事情吗？对，而且油车这个事情还肯定更多，对吧？油车是后来那种叫阻燃油箱啊，什么东西是怎么设计出来？为什么设计这玩意儿？对吧？而且大家知道以前是德国人还是美国人造的坦克，
对吧？用的是风冷，然后开到非洲的那个北非沙漠里头，就自己就着了，对吧？这种事儿都干，都是说你要摸爬滚打一段时间以后，才可以把它搞定的。我如果要换车，肯定还是换油车啊，这倒不一定。国内还有80%以上的电是火力发的，说环保，这个我觉得有什么问题吗？酸电车正常，是。解决电池起火的基本技术没有成熟之前，电车不建议买。哎，这个我觉得你想太多了，一年几百万辆电车都卖出去了，超过了几个，对吧？就算全是火电，电车也比油车环保。这个不一定了，但是我觉得你去每个东西都往最回头去淘是没有意义的。我一直开电动老头乐，哎，这是个好东西，但电动老头乐还是少开啊，那玩意儿不安全。电车生产的时候排放比油车大，真不一定，真不一定。这个电车最大的麻烦，就是拍照啊，不如老头乐。啊，这个老头乐不拼续航啊，这个老头乐现在反而在开始收拾，现在大量的老头乐公司估计马上就要关门了。超外观太 low 啊，这个你们现在觉得小米超了外观，咱们讲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手机这个东西，这个一个直板儿，然后呢只有屏幕，然后没有按键，这个比如说这是一个设计啊，这是个手机的设计，你说这玩意儿在抄谁？对吧？谁抄谁了？这个现在包括后边全面屏，谁抄谁了？对吧？谁 low？对吧？现在苹果也把按键都取消了，都改全面屏了。这东西是小米当时做 Mix 开始做出来的，苹果 low 不 low？对吧？你不能等到小米抄别人的时候，你就觉得是 low 了，对吧？你是不是在双标？电车这么安静的车坐过以后就回不去了啊！电车确实是比较安静，控制电动机肯定比控制发动机简单多了。那是，就直接给电压就完事儿了。过于智能化的汽车买回去也是别人的，人家可以一键控制你停车啊，是这样的。但是你要想清楚，你是不是愿意把这个车给人控制？啊，电车太恐怖了，不烧完根本停不下来。啊，这个油车你以为不烧完会停下来吗？特斯拉早年还靠卖碳税排量赚钱，现在也在卖。这个最早的充电桩是一个叫综艺的企业安装的，是14年他从北京提车特斯拉后，一路向广州南下，一边装特斯拉的充电桩，一共装了20个啊，这个是真的是很神奇的一个故事。你好啊，氢气用的到载重卡车上，哎，这个反正就还是比较大，那个氢燃料电池还是反正挺复杂的一个技术吧。我觉得还是没造啊，就是造多了以后其实还是够的。啊，这电池后续的污染怎么看？电池其实后续没什么污染，他们最后拆的时候都就是拆成粉末，它最后如果是你进行比较这个环保的拆解的话，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氢燃料电池麻烦的是制氢，制氢其实还好了，制氢你基本上把它当成一个储能电站就完了，就是我这边晒着太阳或者吹着风，海浪刮一刮，然后这个我就可以发电把氢制出来，这个过程还可以。但是那个东西就是存和运很麻烦，因为它需要很高的压力、很低的温度啊，那个东西比较麻烦。台积电拿去中国造苹果手机，也是中国领先啊，什么意思？没看懂。这个只要在中国组装的，就是等于中国领先。那当然了，为什么不？氢原子最小的原子储能是非常困难的，这个，哎，这个氢爆炸是非常麻烦的一个事儿啊。电池技术还是有局限，太大太重的车还是不适合。其实还好。老范，你对燃油电动车怎么看？什么叫燃油电动车？没看懂啊？你是说增程吗？就我是非常讨厌增程车，包括混动车啊，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上了2套方案，复杂度乘2，这个事儿是一个很不经济的一个事情啊。又遥遥领先，是的。
弯道超车是违法行为吧？那要看法怎么定的了。这个违法的话，你这个是美国一流城市写城市的是印度人，不是华人啊！你想多了啊，你真想多了。一开源就突破，创新领啊，说的对，中国人性格就适合做程序，中国人喜欢少出力见效快。我都60了，还在做程序，好吧？我50多了，我今天上午还在写程序啊。所谓的微创新啊，这个微创新的核心是创新，而不是微。AI 公司负责人曾经去大陆寻求投资，协助中国企业主、中国国家什么什么什么啊，冷嘲热讽。这个台湾政府积极帮助发展，并找日本、印度一同协助研发。看完小弟删留言了，什么东西没看懂你在说什么？也不光是程序员啊，看准确，是更适合做工程师，是传统行业范围内的。是的，中国人确实这个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朋友写的看不懂啊。这个晚安12点了啊，你这是在澳大利亚吗？特斯拉选上海更大的原因是看好上海当时的一哥可以走，这个我觉得想太阴谋论了啊。只说这个方面啊，欧美左派确实挺虚伪的，对污染产业出的产品有需求，同时又要求本国蓝天白云，那结果自然是这个大量外流，是这样的。电解碱水产生科性钠的副产品就是氢气啊，好吧，这个国内基本都是山东生产，核心的质子交换膜不是日本造就是美国造啊，这是那个氢能源电池是吧？啊，这个电解碱水为什么是碱水呢？这个还有邻家的辟邪剑法是的，未来要抽电池冷却液，越用越多。哎，这还真不知道，因为我没买过蔚来的车。都是出自《葵花宝典》。是的，金庸里边慕容才算抄袭。哎，这个我觉得很多，你是不是抄袭还是看你个人喜好啊。电动车前期补贴制造死的特别惨，后期补贴买家啊，这个行业整个就起来了。是的，补贴制造最后都被人把钱骗走了。国内氢能电池厂商去年的补贴好多没有到账，都愁着呢。进口材料价格今年又是飞涨，佛山氢能巴士早就趴窝了，就不应该上这东西。今年比亚迪加强了管控，很少看到自燃了。去年基本燃一辆发一辆啊，这个其实没有啊，去年是烧了几辆车，但是应该也没有那么多了。自己卷自己还特别自豪，哎，这个事情怎么办呢？活下来就行啊。这个老范瞎说中国有工会，功能是发大米和电影票，这肯定的。啊，又 OK。今天的话题又爆了啊，来了这么多观众，点赞点赞。Nginx 啊，带一点怎么回事？什么意思？硬件制造加软件开源，是的。开源投毒，对，这个人叫金堂还是叫唐金？谭金啊，金坛。这个明天早上讲这个，明天早上10点啊。刚才新闻说美国官员到达荷兰，准备游说断供阿斯麦。请问这个对中国芯片影响大吗？肯定大呀，真的会走到芯片产业倒不至于熄火。这个事儿反正大家也还在谈，看怎么办吧。写太多了。当年吃康帅傅喝百事可乐，雪路穿这个的人啊，今天也开上了米食节，真的是让人羡慕啊！这个有什么问题吗？小米没有电门把手啊，还申请专利。什么叫没有电门把手？小米那个门把手反而是比较奇怪，它叫半隐藏式门把手嘛，它那个按钮在里头。电的
车的智能化跟电动化没有必然联系，也没有什么燃油车做不了，各大厂的这个无人驾驶平台都是燃油车上搭建的啊。但是没有吧？我记得好像一开始做的主要是他们用了好多的，就是美国在谷歌上面走的那个 No Way 的车，最早的用的是凌志的一些什么车，Lexus 的好像是油电混合的一些车，现在基本上都是电车的了。保时捷最近一直被对标啊，为何锁定保时捷？法拉利外形更帅不是吗？好奇，哎，所以说现在大家传啊，说下一个这次是保时米啊，下一次就是那个法拉米了呀，就是他们的这个叫做 SUV，就是走的法拉米，对吧？可能在年底就出了。关键现在北美完全不开放市场给国产电动车，而比亚迪一年在欧洲也只卖了1万多辆，西方市场掐死了怎么办？没什么怎么办？他们最后还是会买。而且你不是不愿意在这儿买吗？我可以把车厂建在你那儿去啊。比如说我们建在墨西哥，对吧？比亚迪在墨西哥在很努力的建厂，建完了以后，美国人你可以不买这个中国的这个比亚迪，你可以买墨西哥的什么车嘛？而且到那个时候，它未必叫比亚迪，它可能换个别的牌子，对吧？这个牌子我们没有那么重要，你只要买我们的车就行了。所以很多人说啊，我没有买这个 Made in China，对吧？然后呢，最后一发现他们买的这个商品叫 Made in RPC，啊，这个PRC 啊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对吧？最后买的是我反正没有买 Made in China，然后一帮人很开心的不得了。外形这玩意儿啊可以抄，但是得改改啊。现在满大街都长得差不多就恶心了，其实也还好。我觉得保时捷的车主呢也挺开心的。我现在看到好多照片，就是保时捷车主在自己的那个车上贴小米，对吧？也挺开心的。保时捷也没说什么，因为它两个车定价实在定位差太远了嘛。前两天还有那个买保时捷送小米嘛，就是保时捷降价20多万，说我降的钱够你去再买辆小米的，对吧？也在搞这个事情，所以他也无所谓。小米空气净化器抄的是，呃，他们的电机风扇零件是在广州做的，这个我知道。但是抄的我印象里是个印度品牌，当时反正闹了很长时间。保时米街上遇到保时捷会不会尴尬？不会的，他们会相视一笑，下来以后互相拍照。等我真的对新能源不感兴趣，燃油车明显还是稳定很多啊，加油还是方便太多。对，加油还是很方便的啊。二手保值这事儿，电车是不领啊，这个还是这汽油车。楼上正好相反，我觉得小米在大街上遇上保时捷，两边都会有一定的优越感。说白了，两边就不是一个受众。是的，大家还是很开心的。老范对创新的定义、意义理解还是不够啊，那你去理解吧。这个我觉得你可能理解的能不能超过贾跃亭啊？这个苹果要求更高啊！看新闻说他们的目的是想做没有方向盘的那种啊，Level 5级别的，现在做不出来啊。但是反正没做出来这个事儿就别讲了，你只要没做出来，你说你讲它干嘛？告个毛啊！这个乔丹都没告赢啊！是的，我叫什么？是先出的网络动画，然后这个没看啊。别酸大众啊，这个你去造个大众去啊，这个，但是大众反正也没造出小米来，对吧？我觉得现在这个新能源有点搞的手机3C 化是这样的啊，这个有点细啊，这个手机你说电池变成了尿袋了，呃，不起换一台就是了啊，这个没看懂这句话说的什么，但换到汽车上3、5年换一台，卖二手也不是这个直接骨折价，这个其实现在还好，因为我是问了一些开了很多年电车的人，他们那个车其实还可以开，没什么太大问题啊。当流水线完全不需要人的时候，中国还能继续保持制造大国吗？其实还能，因为流水线上的机器人还是得靠人造。比起来还是要有政策优势啊，会不会造成污染啊？合不合规，国家说了算。是的，林志颖自己捡手机出的事故，啊，最后这事确认了吗？因为我知道原来是
一直都没说明白到底怎么弄的啊，因为他也是个赛车手嘛，林志颖是个赛车手，这个事儿还是很奇怪的。星期五了，是的。哎，我看我都没时间讲下一个故事了，怎么办呢？算了，下个故事明天再讲吧。这个以后啊，这种新能源电池回收问题，感觉也是隐忧。其实现在国内新能源电池回收还可以啊，现在已经都打破头了，但还在做这个东西，真的是打破头啊！这个不是任何的隐喻，就是大家拿着棍子去打。后期电池怎么处理？后期电池上面这样，就是把那个电池呢收回来，然后呢拆开，这个彻底的什么呢？彻底打碎，然后呢进行废旧金属回收，对吧？他就干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里头基本上没有锂啊，这个所谓锂电池实际上回收的是铝啊、铜啊、镍呀什么这些东西能把它回收出来就行了，就是彻底打碎回收，然后重造。啥是老头乐啊？都这价格，拼多多模式下，这小米汽车啊，有点想冲了小米股票了啊！这个不做任何投资建议啊。对，北京老头乐已经不让上了。同样暴力破坏，油箱肯定比电池防爆啊，这个要看。油箱其实能够搞到现在这么防爆是怎么说呢？也是大概发展了好几十年发展出来的。对，电池还是需要再去折腾。其实现在磷酸铁锂电池就是因为它打破了以后已经不爆了，但是3元锂电池还是会爆啊，磷酸铁锂不爆。教你一招，找块地啊，地上嘛，挖去卖啊，这个买起来收费什么乱七八糟太阳能啊，这个现在国内动力电池回收是一个，就是大家挺多人进入的一个产业。其实中长期电池这问题一定要跳过液态锂电池啊，不管你是用氢还是固态电池啊，又或者是其他新型材料电池，现在说是固态电池正在突破嘛。老范对特斯拉 FSD 怎么看？目前北美那边180万台可以使用了，有没有可能进入国内？老范认为，特斯拉的全视觉端对端对国内是先进多少？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啊，FSD 肯定还是很厉害的啊。这个国内呢，据说是现在正在谈判啊，可能也会让它进来。这个事儿还是要看吧。我觉得咱们现在这个经济状态还是会让他们。做一些这个叫什么呢？就是在这块还是要放松一些。最近这么多的中美之间的互动啊，这个美国企业还去见了咱们啊，是觐见天颜啊，所以我觉得这都是在释放好的信号。然后最后还有一个好信号是什么？深印现在放了啊，就是深印可能要去美国上市了，对吧？现在我们等于在不断的开好信号。对吧？就是那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脱钩，咱们再接着干吧，对吧？所以这个 FSD 有可能能够趁着这个时机进来。而至于说这个纯视觉端到端这件事儿呢，我觉得比国内先进不到哪儿去。为啥呀？你以为它这个纯视觉端到端的这些研发人员里头，这个我们不可以冲上去薅几个人回来吗？对吧？然后你再配上这个，就是把特斯拉的芯片去了，然后换上那个英伟达的芯片，啊，或者换上这个小鹏的芯片，换上这个地平线的芯片，然后这个我们再去搞一次，其实也不是做不出来啊。来第二个故事，第二个故事我估计够呛了，现在都快10点了，今天我也有点讲不动了，怎么办呢？明天给大家讲吧，明天讲完后天放。啊，这个稍微晚一点这个，电车保险费太贵啊，是这样的啊，二手车价格体系不规范啊，等智能驾驶了 AI 智驾是的，电车的保险费是很贵的，iPhone 的外形是申请专利的，并不是它外形有什么高妙之处，而是，苹果不允许别人家做的手机看起来像 iPhone。这个小米1代手机啊，小米最早的手机要求的是什么？就是这个长得像 iPhone，然后那个图标像 iPhone，然后呢，只有 iPhone 一半的钱啊，就是以 iPhone 一样的体验，iPhone 一半的价格。这是小米1。之前看到一家北京推氢能源的氢燃料的公司，我的理解是，
应该相当于重做一块能源产业，电力电动不需要，可以利用原有的电网。这个事儿，氢能源这个事儿反正没那么容易，还是没有那么多人有这么大决心吧。就是在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你说我愿意赔十几年的钱把电动车推下来，这是马斯克真正厉害的地方。我并不认为特斯拉里头有那么多是从零开始的创新，对吧？但是他可以咬着牙说我就这么干了啊。那么最后成功了，也不是马斯克自己高瞻远瞩，只是他活下来了啊。不过目前电动车大概是中国与北欧最积极，其余的反而是增程有限。优先了啊。北欧其实我觉得挺奇怪，北欧是不是他们特别注重环保啊？对吧？因为北欧那种地方其实不适合电动车，它冷啊。老范，其实问题就在这里，电池和废润滑油都啊、危险废物污染，其实主要都不是在合法回收这块。电池是可以回收的，因为中国是有挺多做动力电池回收这个产业的公司。问题在于回收需要交钱，而不是收钱。这块还好啊，这块还好。现在这块大家都在很疯狂的抢，有些管得松的地方直接卖给私人，土作坊，或者是扔掉啊，这个还不是。这个中国的这个动力电池还是可以回收的，锂电池的储电容量提升空间有限，这点短期内难以解决。哎呀，这个我觉得你这么想吧，这个我们以前都在讲这个叫99米长的枪的故事，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现在枪只能打1米远，然后呢，我要打中100米之外那个鸟啊，这两个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工程师会做的方式就是99米长的枪，然后我把枪做到99米长，然后我就可以打到100米之外的鸟了。然后等你的枪能打1000米的时候呢，你前面看99米长的枪的时候是个笑话，对吧？是很可笑。但是呢，当你的枪只能打1米远的时候，99米长的枪就是唯一解决方案。工程师就擅长干这个事儿。你要改变人类惯性是很难的事情。当年智慧型手机可以普及，是因为各方面真的碾压智障型手机，其实也没有了。你就这么想，iPhone 出来的时候，对吧？它这个一天充一回电，当时的手机基本上都可以用1个礼拜啊。然后当时的手机还可以盲打，就是你有实体键盘嘛，你可以盲打。iPhone 出来以后，彻底没有盲打这件事儿了，对吧？这个怎么就碾压了？丰田的插电混合还不错，省油加速性能也好，是这样的。但是它贵啊，对吧？你就想它等于有一个电动机，还有一套电池，它那个电池又很小这个插电混动呢，一般都是电池是比较小的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你等于维修的时候要维修2套，那你说你这个它不划算啊。风电的混动最大的问题不在技术上，是价格太贵，是这样，它不划算。听说百度要做大模型机器人了，在线催更。百度就算了，百度我现在对它真的没什么想法。你像我现在用的各种大模型，基本上不用打百度的。我哪怕用这个叫豆包豆包是字节跳动的，后边是云雀大模型，我都不用百度的文心一言，因为文心一言实在是太难用当然可能是我没有再给它机会再试一次回头哪天再去试试。其实说到底，如果不在欧盟减碳这个协议燃油车可以玩很久而且现在欧盟随时都会延长，这个真的是有点搞笑这个我觉得千万别这么想。在这个智能手机出来的时候，那些造传统的这个非智能手机的人或者叫功能机的人，他们也觉得还可以玩很久。但是当这个新的当发现我可以照相我可以用 Instagram， 我可以用 Twitter， 我可以用 Facebook 的时候，然后最后这个功能机就没了，对吧？你们以为真的是智能手机打败了这个功能手机吗？不是的，是智能手机加上 Facebook， 加上社交网络，加上 Twitter， 加上照相，加上 Instagram， 加上所有这些东西一起打败了功能手机，对吧？是这么干的。所以现在的电动车是一样的，电动车加上智能驾驶，加上自动驾驶会打败传统燃油车的，而且这个趋势是不可改变的。日系混动跟油车的差价，靠省油得10到15年，那你直接上纯电不就完事儿了吗？你还更省油，还更便宜。刚才评论说超这个
说的很热烈，咱们可以采访一下保时捷怎么说。可以啊，你们去问问保时捷呗，不认识他们人，估计保时捷不是无所谓，是告了也告不倒，不如营销利用一波。保时捷真的其实是没太所谓的，因为它一年卖不了几辆车，那是个豪华车，对吧？你跟这种一天卖8万辆车的这些小米比起来，它其实真的没什么关系。但是保时捷大概在中国是卖的最多的啊，中国人特别喜欢买保时捷，就是中国所有的跑车里，保时捷卖的最多，因为它也便宜，就是保时捷是所有跑车里最便宜的，对吧？那个才是保时捷也是工程师制车啊，这个我觉得让雷军喜欢上这个也是很正常的，因为大家知道保时捷博士是创建了大众跟保时捷两个品牌。然后呢，德国的很多坦克，包括部分的飞机，都是这个就二战的时候，都是由保时捷博士设计的，对吧？然后这个，保时捷现在的这个车呢，也是，就是完完全全在跑车里边是性价比之车了。我觉得新能源未来10年的状态还蛮可能像是第三方支付，感觉是人类未来必然的支付方式，但很多国家大多数人使用习惯仍然是现金和信用卡。我觉得信用卡真的没有那么方便，还是手机方便。特斯拉的救命稻草会不会是 FSD？我觉得不会啊。特斯拉的救命稻草呢，肯定还是要看机器人，要看那个这个擎天柱，对吧？只有那个东西出来了，特斯拉才能救得活。估计保时捷不是无所谓啊，这个怎么又来了一波？小米超保时捷的 Taycan 啊，不像当年众泰超 Macan 啊，是的啊，众泰只超了个壳子，而保时米配置并不输于保时捷太多，毕竟价格翻了8倍，这个我觉得不能这么讲啊，超了还是要认，这个没有你自己的设计，然后你去超嘛，大家知道特斯拉最早的车那个叫做什么？就是 Model S，它最早的其实是那个跑车啊，但是后来造那 Model S，大家觉得那个车很漂亮、很大气，对吧？然后那车你知道什么人设计的吗？那是法拉利的设计师给设计的，对吧？应该是叫平尼法利纳工作室，然后他们设计的。国内呢也有人尝试说，我们找这个欧洲著名设计师来设计，这事儿行不行？对吧？谁是干这个活呢？就是理想那 Mega，就长得像棺材那个车，就是欧洲著名设计师设计的，包括现在很多新的车，像比亚迪的那个什么那个仰望，然后包括这个极氪001什么这些车，其实也都算是自己设计了。还是有一点点小特色，但是反正不太容易。小米的产品就是没特色，对吧？小米你说比亚迪就觉得它超了，你们问问无印良品，哭都哭死在厕所里了。小米把无印良品是从头抄到了脚，所有的产品基本上都抄了。我在加拿大二手车平台看了2017年的 Model 3，比其他油车除了皮卡还保值时，这倒没想到。我觉得这个东西反正在国内是不算保值的东西。其实你有没有想过，有可能智驾搞到最后就是离终极成熟会一直差一口气、两口气，这个我觉得蛮有可能的。现在感觉好像3、5年可能可以成熟，但我自己存疑。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你看你怎么算成熟，对吧？你如果说他从来不撞死人这个从来不出事故叫成熟，那就永远成熟不了。如果说我们接受现在它可以有这样的一个事故比例算成熟的话，那就成熟了。其实是这样的，差的不是说这个到底怎么成熟的问题差的是你的标准怎么定。电车普及了，那些环保人士又要抗议电池的污染了。是的，环保人士我觉得反正也很可爱的一群人吧。动力电池像蔚来那样换电是比较好的方式吗？这个真不知道因为我认识的所有蔚来车主就从来没有人见过换电。我原来有同事买了一辆蔚来，那时候叫 EC6。我说你去换电，我跟着你去换一次。他说我不能去换电。我说为什么呀？他说他那个电池买的是那种大电池包，就是你买的时候它也是分大电池包、小电池包。
然后你如果是大电池包呢，你跑到那个换电站你换不出来，对吧？但那换电站里都是小电池包。我说那这玩意儿这怎么弄啊？这没法弄啊，对吧？而且我前两天有一位朋友在我的这个视频评论里头还写了，他说他是未来车主，他也从来没换过电，说为什么呢？说你到那个换电站去换电呢，这个你换回来的电池是只有90%的电量，并不满。然后另外呢，你又不可能开光了去换去，对吧？你还是要可能留个10%、20%你去换去。然后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个你最后换一次它不划算这个事儿。日产那边预告大概2030年左右，固态电池有希望，那就等吧。锂电池回收行业相关从业者，锂是回收的，外壳材料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这个产业已经烂了。是的，这个产业已经烂了，以后会要死99%，但是最后会剩下的1%嘛。看来锂还是回收，但我看到的一些都是不回收锂，因为为什么？他们是更低端的那帮人。对，就基本上是拿一大粉碎机或者拿一什么东西就砸吧就完事儿了，基本上那锂剩不下来。对，因为锂本身含量并不高嘛，制己就已经是半固态，而且价格是很贵的，用起来怎么样还不知道。我觉得这个东西这样，就是它只要卖得好能卖得出去，它这个技术就会成熟。耍流氓是一种本事，不会耍流氓的不来品评这个不知道什么意思。丰田的混动是 HEV 镍氢电池在长沙的做的啊，北方就是一汽卡罗拉，南方就是广汽雷凌2022年100万级雷克萨斯 LM 300H， 广西车祸自燃，这个太震撼了。这个雷克萨斯 LM 300H 是个电车还是个油车还是个混动车？可能是个混动车吧，好像是个混动车。第二个故事，老范可以留在后天吃药的时候直播。是这个，我准备留着吃药的，留着回头那个再讲了。这个实在是讲不过来了，今天就讲这一个话题吧。日产的混动是这个日本御三家里最拉的两田的技术其实过硬这个就不是那么懂了这锂电池污染是它可以歇歇了，现在退役的锂电池都在抢，目前的锂矿等等的价格回收还是略微有点经济性的虽然也不算大事的，这个废弃物量起来就会发展相应的处理技术，短期污染还是难免，长期来看污染会越来越少。其实我觉得这些环保主义者呢，人类就是最大的污染，对吧？你又不可能把人都干掉。锂电池能用很多年，还没有外卖塑料餐盒严重，反对美团这个跟美团有啥关系呢？现在就看固态电池能不能跟上普及不然会被锂电池困死。我觉得你想太多了。怎么说呢？就是现在的车已经可以一年造出几百万辆来，然后一年出口100万辆，对吧？所以大家已经接受这个事情了，没有什么困不困死的这个它就是如此。就是现在我们已经接受了手机，对吧？你像苹果出 iPhone 的时候，我们需要每天充电，现在我已经用到 iPhone 15 Pro Max 了，对吧？我还是要每天充电这个问题是解决不了，但是并没有这个影响苹果这个打遍天下，对吧？它就这样。所以你千万不要觉得说，没有这个就怎么样，没有那事儿大家会习惯。现在规则框架内一切都允许，不论超不超还是专注于技术。长期来看，车企还是要拼技术。长期来看，车企要拼的是把车卖掉。你技术再好，你车卖不掉有个屁用啊！是不是环保根本不会核心的，核心是电车全产业链是我们自己的，不用再让老外薅羊毛。这个我觉得别想那么多，最好的方式还是全球这个大市场要统一起来，这个内循环，这个咱们已经证明了跑不通这个全世界想跟中国脱钩这件事呢也很痛苦也没那么容易。
比亚迪的 DMI 也差不多啊，和丰田技术相比，这就不知道了。北欧不冷，特别是挪威和瑞典，也就是跟大连一样，不过北欧电费非常便宜。再就是你说的环保意识高啊，有钱。哎，北欧不冷吗？我怎么觉得北欧应该跟哈尔滨似的，对吧？那不上面不就是北极圈了吗？对吧？大连，好吧，北欧为什么会电费便宜呢？没想明白啊。固态电池还早啊，半固态现在就是降成本啊。这个我觉得，只要是有需求，这个东西就会发展的快。原来诺基亚和黑莓出过很多全键盘手机，Moto 还出过侧拉全键盘机型，后来都随风而逝了。没有这个叫什么？盲打的手机都不是全键盘啊，盲打手机都是这个叫什么呢？都是这个9宫格键盘。明天几点讲讲这个10点啊？明天北京时间上午10点。黑莓、诺基亚就是技术不行，其实我真不觉得他们技术不行啊，他们技术挺强的。但是呢，他们被淘汰他们的是 Facebook，是 Twitter，不是 iPhone。信用卡是 Visa 等公司垄断的，这玩意儿还不如出现账户转账，什么意思？你刷卡 Visa 扣2%，国内都是扣1%啊。莲花专业帮国产车企做设计，对，莲花是做了这些东西。Lotus，你就像那个现在，比如小米的手机上贴的是徕卡，对吧？然后呢，这个是 OPPO 还是谁贴的是蔡司？索尼好像有时候也贴蔡司。然后呢，有哪家是贴的那个？那个谁，我用的大疆的所有设备，它有的时候会贴哈苏的标，对吧？这个东西就是挺好的。我前2天还看到一辆理想 Mega，哎，这个怎么办呢？莲花是山东，这个想多了啊。北京是不是有个公司抢注无印良品商标，而且还胜诉？好像是胜诉了，但我忘了是不是在北京了。擎天柱特斯拉是超越未来的 OpenAI 才得翻身啊，这个我觉得有点难啊，我觉得有点难。这个超级电容技术路线现在没人提了吗？我觉得其实每一个技术路线没有好坏，对吧？你还是要有一个像这个马斯克这样的人怼上去说，我就给你干个10几年，你没有就没戏。瑞典少女又要 How dare you 了，是的，你怎么敢？说起来 FSD 如果出事故，事故责任是特斯拉还是人类驾驶员的？如果到 L3以后的话，就是特斯拉肯定会承担一定的责任然后应该也会有保险公司。中国现在规定的是这个所有的自动驾驶一旦进入 L3以后出现事故是由车企来负责任。莲花路特斯英国车厂做车亏死，帮其他这个车厂做设计，挺好的。Lotus 当时是做了一个什么发动机技术，反正也是很神奇的。赶上直播太好了我们经常直播，只是今天直播只讲了一个故事这个锂就是粉碎后的那个黑粉里面，业内叫 black powder 锂电池里面并没有锂金属，后面还有很长的工序去一步一步分离不同元素。是的，但是这个还是要比较高端的厂才可以干这个事儿，就是很多那个真正收废品那个有黑社会性质那帮人，他干不了这玩意儿。北欧就是北极圈比较夸张，这个不在北极圈的区域还行，好吧。讲下 FSD V12.3这个玩意儿我也没有，我咋给你讲，对吧？然后我也没开过，而且国内也不允许。莲花在赛车场上还是蛮有实力的，是的。莲花现在是吉利的，
这个那不就001FR，极客是他们当时买的是沃尔沃吧？然后把沃尔沃现在又拆出去了，莲花我忘了是什么样的状态，我不记得有这个收购，回头我可以查一下。好啊，今天我们就讲了一个故事，然后呢，大家也这个开开心心的聊了一晚上。那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啊，这个后边再说啊。我看还有人在讲说如何评价 Grook 1.5，你如何评价呀？这东西是有谁用过吗？对吧？谁也没用过，这玩意儿咋评啊？对。他现在连这个付$16的人还不让用呢，这不扯淡吗？北欧冷的地方没人住，人多的地方就都靠海，啊，他们那里水力发电占比很大，加拿大也有类似的情况。他们是有河吗？有这种大江大河是吗？这还真不知道，人少，所以只住相对气温暖和的地方。哦，原来是这样的。好啊，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今天就只讲了一个故事，感谢大家收听，再见，我们明天早上见啊！我看看，对了，老范，我们单位现在号召我们去学，UniPass 的机器人自动化办公，我试了一下，过于繁琐和麻烦了，你觉得这个是？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没用过，回头去研究一下。好，再见，再见，再见。